我竟然穿越了，这就是原主以死相逼的成亲现场。少夫人，您终于醒了，你吓死奴婢了。哟，大嫂醒了，这寻死灭活的戏码演给谁看？自参没死成，你这命倒真是够硬的。怎么，没话说了？你就算一头撞死在这大堂上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萧景渊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各位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我苏清渊只认萧金寒为夫。至于你，你敢打我！来人，把他！打得好！你刚才说谁是贱人？母亲，是他先动手打儿子的。这一巴掌打你尊卑不分，欺辱长嫂，都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！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能动我儿媳分毫，谁敢伸手，我剁谁的手！娘，你看看我的脸，刘玉茹那个疯女人，竟然当着全府下人的面连扇我2巴掌。她为了那个苏清霄，简直连体面都不要了。渊儿，快别气了，我早就劝过你，夫人脾气。咱们母子在这府里本就艰难，你何苦去触她的眉头？难道我们就这么忍气吞声？她放话要护着苏清约，还说要剁人的手。急什么？她柳玉妮在这侯府里还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，等明日你父亲回来，我自有办法让他知道谁才是这府里受委屈的人。苏氏，大半夜的教儿子挑拨离间，你这娇弱委屈的戏码演了几10年，还不嫌累？姐姐说的哪里话？渊儿只是受了惊吓，来我这儿讨杯茶喝。姐姐何必带这么多人来兴师动众？闭嘴！谁是你姐姐？你教导无方纵逆子大闹喜剧，败坏侯府门风。来人，将苏氏母子2人即刻拿下，关入后院闭门思过。没有我的手令，不许踏出家门半步。你敢？你凭什么发落我？夫人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侯爷最疼渊儿，若侯爷知道你如此苛待我们母子，定不会依的。我要见侯爷。侯爷那边我已经派人去知会过了，现在这侯府上下是他听我的，给我押走。放开我！我是侯爷的心头肉，你们这群刁奴！这些料子拿去裁几身鲜亮的衣裳，还有，从这个月起，你院里的月例按嫡长媳的标准直接翻倍。婆婆，这会不会太招摇了些？招摇？你是我柳玉茹认定的儿媳，整个侯府都是你的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我不服！母亲，凭什么要把我和姨娘赶去家面？凭什么她苏清瑜的月薪比嫡出还高？这根本不合规矩！规矩，在这侯府，我就是规矩。春英，去祠堂传我的话，萧景渊大呼小叫冲撞长嫂，罚跪祠堂6个时辰。是。你敢？我要见父亲，我不跪！再敢多叫一句，就打断他的腿拖进去，动手！春杏，把这个悄悄送去给大统领。安分守己，这丫头。
大统领，不好了！少夫人在西花园的回廊被王婆子大人堵住了。找死！少夫人，苏姨娘吩咐了，新进门的媳妇儿要喝足3日的敬茶药，这是规矩。您请吧。这药颜色不对，气味也古怪，我们少夫人不喝。啊！你个贱婢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给我按住他！少夫人得罪了。谁敢动他？好啊，好大的威风！我还没死呢，这侯府就轮到一个姨娘的奴才来立规矩了。夫人饶命，老奴也是奉了苏姨娘的命。拿下，重打20大板，立刻逐出侯府，永不许进京。婆婆，昨夜子时，儿媳偶然撞见2公子与庶妹临危，去了花园假山。假山？是，两人举止甚是怪异。哼，带上人去花园。给我把这不知廉耻的畜生拖出来！放肆！谁敢动我？光天化日，寡廉鲜耻，你们把侯府的脸面都丢尽了。母亲，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是有人陷害我们。是他，是苏清溪这个贱人陷害我。母亲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2公子禁足3月，萧凌威禁足2月。没有我的手令，谁敢放他们出院子半步，直接打死！母亲，我没有。苏清轩，我跟你没完！柳玉茹、苏清欢，你们别得意的太早，咱们走着瞧。停！少夫人的菜呢？哎呀，姐姐息怒，厨房那些下人向来粗心，怕是一时疏忽给忘了。回头妹妹一定好好教训他。疏忽？你是在试探我这当家主母的底线吗？我的给他够不够？姐姐，这不合规矩吧？她一个新进门的媳妇儿，怎么能吃当家主母的份例？规矩？啊！姐姐，你疯了！你跟我讲规矩？侯府的中尉是我掌的，银子是我管的。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妾，也配在我面前教规矩？母亲，姨娘也是好意，您何必发这么大脾气？你闭嘴！禁足没满就敢出来招摇，再敢多嘴一句，禁足半年。婆婆给的，果然好吃。父亲，我不服！今年的爵位考核资格凭什么不给我？我才是侯府正正经经的嫡出。你还在禁足，跑出来做什么？
胡闹！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，凭什么占着大统少的位子，还想袭爵？他有什么资格？你嘴巴放干净点。你骂谁野种？他是你兄长，嘴里不干不净，欠打。贱人，你敢打我，我杀了你！断了，手要断了。萧景渊，回去收拾东西，明日一早即刻启程，发配北境苦寒戍卫。戍卫营，那可是九死一生的苦寒之地，我不去，父亲救我！夫人，那苦寒戍会营实在太过凶险，渊儿他……侯爷心疼了，他不是想挣前程吗？戍卫营最能磨练心性，3年之内不得踏入京城半步。你若有意见，这侯府主母的位子，我今日就让出。哼，景渊，我们走。以后我护你。大统领这般护着我，为了我不惜得罪二弟，不怕惹火烧身吗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在这侯府里，谁敢动你，便是与我萧京萧为敌。苏清渊，你这扫把星，害我哥哥被发配，你去死吧！你背上全湿了。我没事，你没被见到就好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手滑，大哥你别这样看。放肆！母亲，我真的只是不小心。大嫂这身衣裳太娇气了。跪下！既然手滑，那就好好练练手上的规矩。这盆脏水是你泼的，你就亲自把大统领的衣裳洗干净，洗不干净就跪着一直洗。母亲，我是侯府千金，怎么能在这里当众洗衣？千金？侯府没有你这等不知尊卑的千金。另外，扣除你半年的月算，赔偿大统领的衣裳。事成之后，我保你后半辈子荣华富贵。姨娘放心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这差事我最拿手。少夫人，这么晚了，一个人走路多寂寞啊！有人花了大价钱，请我来好好疼爱你一夜。瞎了你的狗眼！侯府内院也敢擅闯，你现在滚，我还能留你全尸。少夫人好大的口气，我就喜欢你这烈性子。我的手断了！全府上下都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，苏清英是我萧金寒的妻子，谁敢碰她一根头发，我让她生不如死。是谁指使你来的？好汉饶命，少夫人饶命！是苏姨娘身边的王婆子，她给了我银子，让我毁了您的情。走，去正厅。这个时候，那小贱人恐怕已经在柴网里哭天喊地了吧？
苏姨娘，你的人，我原封不动的给你送回来了。大统领这是何意？这等泼皮无赖，我怎么可能认识？不认识？他可是连你身边王婆子的名字都供出来了，说是王婆子拿了银子，买凶要回我清白。你这个老刁奴，背着我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？竟然敢攀车主子！姨娘，不是您让……闭嘴！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来人，把这刁奴拖出去打死！我看谁敢动！苏氏，你真以为推出一个奴才顶罪就能全身而退？买凶伤人不过是冰山一角。侯爷，您且看看这些。这3年里，你利用管家之便，私自挪用宫中库银3000两，在外放印子钱，逼死城外佃户2家。侯爷，这是诬陷，妾身冤枉！这还有侯府库房的物件清点单，少了整整12幅前朝名家字画，全都在你苏家娘家的私库里搜了出来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喊冤？毒妇，你竟敢在侯府干出这等蛀虫勾当，我萧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侯爷饶命，妾身是一时糊涂。来人，苏氏德行败坏，即刻剥夺管家权，摘去他的钗环首饰，脱去这身锦缎华服，押回偏院禁足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踏出院门半步者，直接打死！都给我听清楚了！从今日起，侯府的钟会由少夫人苏清莹接管。兄长，以前都是弟弟年少母卯，多有得罪，这杯茶全当弟弟给兄长赔罪。慢着！既然二弟是来诚心赔罪的，怎么只给大统领倒茶？这赔罪的规矩，不该是自己先干为敬。我来之前已经喝过水了，不可。这茶是特意为兄长准备的，不可也得喝。赔罪的茶必须一起喝才现成。现在，二弟，请吧。我不喝，我不喝，我不喝，我死也不喝！畜生！你竟敢用毒谋害手足！父亲明鉴啊！不是我，是那茶壶里本来就有毒，是有人要害我。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我萧振海英明一世，怎会生出你这种心狠手辣的畜？从今日起，剥夺你今年所有的爵位考评资格，你的名额由京韩全面接替。来人，把这逆子给我拖回他自己的院子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。
父亲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那是我的前程！我的亲生女儿，18年了，娘终于能光明正大的护着你。渊儿，前世我护不住你，今生娘定要把这侯府清理干净，把最好的一切都捧到你面前。看了半个时辰了，喝口茶，当心伤了眼。夫君这般镇场子，我看起账来可是事半功倍。我要做秋衣，照往年的例，给我备8套云锦。侯府规矩，嫡女每年秋衣4套，庶女减半。你要8，我往年都是8套，怎么大嫂刚拿了管家权？就要苛刻我不成？往年多出来的4套，是你娘苏姨娘私自用宫中银钱给你填的窟窿。从今日起，按规矩来，多一丝线头都没有。另外，你这3日未曾给母亲请安，按家规罚做3天粗活。苏清月，拖下去，看着他干。你干！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库房少了4匹云锦，这管事车上不仅搜出了赃物，还搜出了这些当票。侯府的东西，居然敢偷偷往外当！这账面上整整8000两的亏空，我看苏姨娘今日怎么交代。侯爷，侯爷明鉴啊，妾身只是想周转一下银子补贴娘家，绝没有私吞啊！侯爷饶命！补贴娘家？你拿我萧家的颜面去填你娘家的无底洞！毒妇！从今日起，苏氏贬为通房，没收所有私产，填补亏空，立刻关进偏院，严加禁足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探望。不，侯爷，您不能这么对我！明日开始，全府账目重新清查，若再有手脚不干净的，严惩不贷。把东西拿出来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你怀里揣着的是苏氏和外男往来的书信吧？而我手里这封是从你院里截获的，上面可是清清楚楚写着边关粮草可做手脚，事成之后55分成。私通嫡嫡，贪墨军资，二弟，你简直找死！我跟你们拼了！
凭你通敌贪墨的罪证，够砍头3次。来人，拿下！放开我！我是侯府少爷刘禹锡，你这毒妇，你陷害我！是他，真的是我的渊儿。渊儿，过来，这是我当年的陪嫁之物，今日便赠与你了。母亲，这太贵重了，儿媳受之有愧。不贵重，它本来就该是。大嫂，这玉佩真是漂亮，让我也开开眼界呗。那块玉比你值钱100倍，给我跪下！母亲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手滑。手滑？你手指故意往外拨的动作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来人，将4小姐押回院子，禁足半年，每日抄写女诫10遍，抄不完不许吃。母亲饶命！就为了一块玉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大嫂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这花纹竟与母亲腕间手镯的花纹如出一辙，连细微的走势都一模一样。这绝不仅仅是巧合。王妈妈，你每月初3借口采买去城外茶棚，见的究竟是谁？少夫人，老奴真的是去喝茶歇脚啊。这是苏氏娘家的管事，你见了他3次，每次都鬼鬼祟祟的递消息，你当侯府的暗卫是瞎子吗？库房失窃的青花瓷，城东当铺的活气，偷盗主家财物，加上通敌报信这2条罪名，够你死2次了。说，是谁指使你？主母饶命！少夫人，少夫人饶命啊！都是苏氏，是他指使老奴的。他说，只要老奴帮他往外递消息，就拿银子给老奴的儿子赎上。老奴是一时糊涂，被猪油蒙了心啊！既然招了，就送他上路吧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脏了侯府的地，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不，主母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柳玉乳酥清酸，你们以为这就赢了？还没完呢，咱们走着瞧。母亲，王妈妈死了，柳玉如那个贱妇和苏青莹绝不会放过我们，难道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？急什么？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我也要拉他们垫背。这是西域奇毒红颜窟，只需指甲盖一点，便能让人容貌尽毁，且无药可医。明日便是皇家宫宴，你找机会把这药下到苏青石的茶里。毁了那村姑的脸，好！我看他变成丑八怪后，还怎么勾引大统帅？母亲放心，我绝不让他好过。母亲，今日是皇家盛宴，女儿禁足许久，也想去长长见识，求母亲成全。你身上的禁足令还没撤，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。今日是皇家恩典，若侯府庶女都不露面，外人岂不是要说闲话？女儿保证安分守己，绝不惹事。
母亲，既然妹妹想去，便让她去吧。总关在府里，倒显得咱们侯府没有容人之量。这就按耐不住了，手法未免也太拙劣了些。这茶香倒是独特，妹妹，你那杯也是如此吗？嫂嫂说笑了，这可是宫中御赐的贡茶，嫂嫂以前在乡下自然是没喝过的。我的脸好痛，像火烧一样！母亲，她自作自受，原本那杯是给我的。放肆！殿前失仪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把这疯妇拖下去！真是丢人现眼。听说那位少夫人是从乡下接回来的村姑，难怪侯府现在的规矩如此不堪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出来惹事。可不是嘛，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出身，也不知道耍了什么狐媚手段，竟能攀上侯府的高枝，真是晦气。两位既然对侯府的规矩这么好奇，不如我请两位去镇抚司大牢里好好学学。我儿媳苏清渊乃是侯府八抬大轿迎娶的嫡长媳，谁敢在此嚼舌根，便是与我侯府过不去。不过是个借势压人的村姑罢了。大统帅何等英雄，怎会真心看上他？我妻子在这里，我自然要来。谁若对她不满，可以直接来找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怕你被人欺负。柳主母的儿媳上前来，让本宫瞧。臣妇苏清氏拜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。举止端庄，气度不凡，倒是个齐整孩子。听说你如今掌着侯府中正。回娘娘，皆是婆婆教导有方，夫君鼎力支持，臣妇不过是尽本分罢了。好一个不骄不躁，能长家便是大本事。来，苏氏清姬，温婉贤淑，特赐封云霓贤淑氏荣衔，赏赤金凤尾簪。老师这位夫人果然非同凡响。听闻苏氏不仅治家有方，更通晓音律。今日盛宴，不知本宫可有耳福，听你抚琴一曲？臣妇愿为娘娘献丑。这张琴的触感似乎有些不对劲。静寒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连一点皮都没破，别担心。二公子躲在暗处看戏，可还满意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路过。这琴弦切口平滑整齐，分明是用利刃提前割断了大半。入殿之前，负责查验乐器的医妹主亲口说，只有你曾靠近过这张琴。
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殿前班门弄斧，断得了一根弦，却断不了我的琴音。赏，重重有赏。放开我！我是侯府二公子，你们这些狗奴才也敢碰我！我的渊儿，苏清仙，你敢毁我儿子前程，我定要你不得好死！全完了，渊儿被禁军押回来，这辈子都毁了。柳玉衣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既然你们不留活路，那就大家一起下地狱。苏清烟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侯府就还是我说了算。少夫人，以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这碗汤药是我亲早了2个时辰的赔罪汤，求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渊儿吧，她已经被关在柴房里，只剩半条命了。赔罪汤，难为你还有这份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死了，终于死了！你这个贱人，敢挡我儿子的路，这就是下！把这个毒妇给我拿下！放开我！刘玉茹，那个贱人已经死了，侯府以后还得靠我的渊儿。你的药，我可是一口都没。你没喝，你没喝，你竟然使诈！你这个阴险的毒妇！回主母，此药之中掺入了极大量的西域奇毒千秋药，不出半刻便能让人穿肠烂肚，乃是见血封喉的剧毒。不，这不是我放的，是侯爷嫌弃他不知礼数，让我暗中除掉他的。你们不能抓我！死到临头还敢攀扯侯爷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到正厅。今日我要将所有的旧账一并清算。毒杀嫡媳，你这个疯妇简直胆大包天！侯爷息怒，他胆大包天的事可不止这一件。这是你当年买通稳婆，将你亲生女儿与我女儿调包的亲笔书信，字字句句皆是铁证。不，假的，这是你伪造的！你有什么证据说她是你女儿？这块随嫁玉佩，是我当年亲手挂在我女儿脖子上。我的亲生女儿，娘终于找回你了。这18年，娘让你受苦了。娘，是我换的，凭什么你生来高贵，我生来低贱？我不服啊！将这个毒妇押入家庙，终身囚禁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金寒，你记着，你是萧家嫡长子，萧家养你认你，视如己出。什么身世血缘，外面谁也不会知道。你和青妖清清白白。母亲放心，我姓萧，永远是萧家的儿子。侯爷，
既然真相大白，这侯府的规矩也该改改了。从今日起，侯府所有的中罪、账房、铺面以及田产契书，全部归我柳玉茹接管。你无权再过问半句。你这是要架空我？我才是这侯府的主人。你纵容妾室，识人不清，险些毁了侯府100年景。你还有什么脸面提主人2字？主母、少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二公子他打伤了看守柴房的守卫，翻过后墙逃出侯府。他一个失去前程的废人，若无人接应，绝不可能逃得这么快。他一定会伺机报复。别怕，有娘在，这侯府还轮不到他一个孽障翻天。探子来报，萧景渊逃到了城外30里的废弃矿场。他不是一个人。他联络了谁？当年被剿灭的周家余孽，至少有50名亡命之徒已经在此地集结，企图反扑侯府。他若敢来，我定让他有来无回。 50名亡命之徒若在夜间突袭，只怕府内的护焰抵挡不住。放心，我已用玉天卫总督的兵符，悄悄调动了负责京城防卫的内城数人。此刻，侯府外围的暗巷屋顶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要他们踏入这条街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京寒布防，我自是放心。但清渊，有些事你必须知道真相。苏氏当年只是个眼皮子浅的妾室，哪来的胆量和手段去收买那么多稳婆和护卫？他换走你，根本不是单纯的内宅争。这些信是周家主母写给苏氏的。不错，当年老侯爷带兵剿灭了叛乱的周家，周家主母怀恨在心，暗中指使苏氏换走你，又让萧景渊一直与周家余孽暗中勾结。他们是要从根基上将我们侯府的血脉彻底烂掉。18年的血债，今夜该清算了。这一次，我们要把他们连根拔起。18年的血债，今夜该清算了。我们要把他们连根拔起。主母、少夫人，不好了！二公子带人劫了家庙，把苏氏抢出来了。现在他们带着几10个蒙面人，把侯府大门给死死围住了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再费心去抓。天罗地网早已布好，就等这只蠢鳖自己入。走，去会会他。柳玉茹，开门，把侯府的大权交出来，否则我今夜就血洗侯府！血洗侯府？你娘一个眼皮子浅的贱妾，倒生出你这般大言不惭的孽！闭嘴！我娘才不是贱妾，是你们逼她的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些是你娘和周家余孽勾结的铁证！他调包我的女儿，不过是周家安插在侯府的一条恶犬，而你，只是个替周家卖命的蠢货棋子。不可能，我娘是为了我，这绝不可。御天卫总督有令，叛逆者杀无赦。都别过来！退后，不让我杀了他！二哥，放开我！给我备马，让我走，不然大家一起死！萧景渊
你就算逃，能逃去哪儿？周家自身难保，你娘还在家庙里等你。闭嘴！都是你们害的！害你的是你娘，她为了周家的复仇大计，从小逼你争权夺利，让你结交叛逆。她把你推上绝路，却没想过给你留条活路。因为你娘做这些事时，可曾顾念过你的死活？没有，他心里只有他的复仇，只有二哥。找死！你们赢了又怎样？苏清渊，你根本不是我娘生，你是柳玉茹的亲生女儿。你们母女相见不相识，被我娘耍了18年，痛苦吧，绝望吧。这事我们早就知道了，多谢你临死前再替我们确认一遍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再去法剑署，这一次神仙也救不了你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萧景渊，书信铁证与河源玉被俱在，你勾结周家余孽，图谋叛逆，可还有话讲？我认罪，一切都是周家的阴谋。萧景渊谋逆通敌，罪无可恕，一律判处死罪，择日赐毒酒处死，推堂。二公子认罪了，法剑署判了赐毒酒，周家的事儿全抖出来了。景渊，我的景渊啊！周家骗了我。朱墨，家庙来报，苏氏得知二公子死讯，悬梁自尽了。按最低等通房的规矩，找口帛棺葬了。他欠我的命抵了，恩怨两清。罪女即将流放岭南，谢母亲与嫂嫂不杀之恩。往后余生，只有你我，再无风波。往后余生，只有你我，再无风波。大统领一诺千金，我自是信的。周家余孽尽除，这侯府总算干净。侯爷、夫人，主母在正厅设了局，请二位赶紧过去。娘那边有动作了。定是萧振海又在闹事，我们走。这是和离书，签了它，从此你我一别两宽，恩断义绝。你疯了不成？景渊刚被判了死罪，侯府颜面尽失，你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和离，你把我这个侯爷的脸面往哪儿放？脸面，你纵容苏氏宠妾灭妻，任由他调包我的亲生女儿18年，让她受尽苦。你眼里只有你的官帽和爵位，这侯府的烂摊子，你可曾管过一天？我事先并不知晓他会换走清泉。你是不知，还是根本不在乎？
如今清渊找回来了，我要带他过清静日子。这侯府的田产铺面，按大渊律例分我一半，剩下的空壳子留给你自己养老吧。你做梦！我绝不同意和离，更不可能分你一半。父亲莫不是忘了，如今这侯府的兵权在谁手里？侯爷若是连字都不愿起，法剑署大长官想必很乐意来查查，这些年侯府账面上亏空的军饷究竟去哪儿了？完了，全完了。清渊，娘带你回江南，咱们过好日子去。圣旨到，萧家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岳大统领萧京涵平定周家叛乱有功，忠勇可嘉者，即册封为忠勇侯世子，并破例提前袭爵。原忠勇侯解除一切职务，交由世子承袭。其掐苏氏清渊，册封世子妃。钦此。袭爵，那我算什么？我被废了。臣萧京涵叩谢天恩。谢天恩。拜见新侯爷，拜见世子妃。仍称世子即可，给他留一分体面。清渊，快进去试试你的礼服。京涵，我把这世上我最珍视的女儿正式交托给你了。母亲放心，京涵此生定以命相护。我不要你拼命，我要你让她安心，让她笑，让她这辈子都不会因为今日的圣旨和嫁给你的决定而悔。我萧京涵对天发誓，若有一日负了青羽，叫我万箭穿心，不得好死。这衣裳是不是有些太重了？好看吗？好看，极美。世子妃，皇后娘娘口谕，请您即刻入宫觐见，不得有。皇后突然急召，必有蹊跷。我随你一同入宫，若有变故也好照应。你一个外臣，此时强行跟进后宫，只会落人口实。宫廷内宅的弯弯绕绕，有我在，你大可把心放回肚子里。放心，我与娘同去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在府中稳住局面。臣妾苏氏清姬叩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。起来吧，赐座。上次宫宴，本宫便觉你不是寻常女子。此次周家余孽作乱，你临危不乱，协助世子稳住侯府，当真是女中豪杰。臣妾分内之事，全仗娘娘与至尊洪福庇佑。你不必谦虚，本宫今日召你来，是要赏你。苏氏清虚，贤德端庄，顾家有功，本宫特赐你宫人诰命，望你日后继续辅佐世子，不负皇家恩典。臣妾叩谢娘娘天恩。娘，我真的拿到诰命了。我的清渊，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一切。
怎么了？可是刚刚在宫里吃错了什么东西，还是受了风寒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胸口闷得慌，胃里一阵深深的泛恶心。清渊，你跟娘说实话，你的月事有几个月没来了？大概有1个半月未至了。最近事多，我竟完全忽略了。快！马车加速回府，立刻派人去请法剑灵草医官，快去！恭喜老夫人，世子妃脉象如珠走玉盘，圆滑流利，这是喜脉啊！你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傻瓜，现在还听不到什么呢？青鸾，我们有孩子了。青渊，我要当爹了。是，大统领，你要当爹了。好，真好。春杏，立刻去库房，把那架落了灰的紫檀木摇床搬出来擦拭干净，再去外头重金请2个最稳妥的嬷嬷来。奴婢这就去。从今日起，清渊的饮食必须单独做，所有入口的汤药饭菜，必须由我的心腹先尝过才能端进来。还有，这院子里的青石板太硬，传我的话，今日天黑前，院子里所有的路面都要铺上3层厚垫。世子妃出行，左右必须有人搀扶，绝不可有半点闪失。娘，这也太兴师动众了，才1个多月呢。用得着，你是我失而复得的亲生女儿，你腹中更是我侯府未来的嫡孙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这中永侯府最大的主子。传令下去，世子妃有孕，乃我侯府天大的喜事，全府上下无论等级，每人赏3个月月钱。谢世子妃。要饭去前街，这里是中永侯府，哪来的叫花？叫花子，老奴姓周。你去告诉你们主娘，就说18年前的旧人来还债了。你自称是18年前的旧人，我清理侯府内宅时，苏氏身边的旧人早已拔除干净，怎么从未见过你？老奴当年只是外院的洒草婆子，主母自然不识得。但老奴今日拼死前来，是有一件关乎侯府生死存亡的大事，不得不说。听说世子妃有喜了，真是可笑啊！世子妃乃是当年被换走的孩子，身上早就背负了周家的血咒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周家主母临死前发下毒誓，换回来的孩子生生世世不得好死。你肚子里的根本不是什么侯府嫡孙，那是来讨债的孽种。他生不下来，就算生下来也是个死胎。满嘴喷粪的老狗！打！你打死我也没用，诅咒是真的，他怀的就是个死胎。想用这种下作手段乱我心事，做梦！我不信命，更不信你的诅咒。来人，给我搜他的身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，诅咒必定应验。恶心，好一个阴毒的算计！信上写的明明白白，只要用这套恶言恶语刺激世子妃，让她心神大乱，日夜惊惧，这胎自然就保不住。娘，您看这几句，
我们已布好局，我们里应外合，信中多次出现我们二字。就凭你一个躲在暗处多年的老婆子，连侯府的大门都进不来，如何能准确把握我怀孕的时机？必然府里还会有同伙在暗接应。拖去柴房，今日若撬不开他的嘴，负责审讯的人提头来见。同伙是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，主母的圣物，你竟敢烧了它！你不说，我也查得到。周家在京城南郊还有一处极为隐秘的老宅。按位回报，3天前有个男人鬼鬼祟祟的从那宅子里出来，那个人姓萧，是侯爷的远房堂弟萧振山，对不对？是他，他是周家主母的亲外。萧振山吃我侯府的饭，竟然敢勾结外人害我女儿，今日我必让你付出代价。该死的老玄婆肯定失手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想跑，晚了。既然你们不留活路，那就一起死吧！青乐，小心！18年前的旧账，今日该清算了。来人，将这周家余孽挑断手筋，明日一早送交法监署严惩。遵命。放开我！清渊，别怕，18年的阴霾，今日终于彻底散去了，侯府干净了。娘，都结束了。堂堂御天卫总督，居然在这里干起梳头丫鬟的活计了。能为世子妃梳头，是为父的荣幸。只要你们母子平安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圣旨到，忠永侯府接旨。奉天承运诏曰：忠永侯萧金寒平定周家余孽有功，肃清朝纲，特赐良田千亩、黄金100两、珠宝10箱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侯爷、世子妃还有皇后娘娘的口谕呢。娘娘说了，3日后侯府举办庆功大宴，全京城命妇贵女皆来道贺。这宴席由世子妃苏氏全权主持。臣妾遵旨，定不负娘娘厚望。3日后，全京城的眼睛可都盯着你这位新晋世子妃。清渊，怕不怕？有娘在背后撑腰，清渊什么都不。好，这次为娘绝不出面，侯府的钟会大权由你一个人立威。听说了吗？这世子妃不过是个从乡下找回来的野丫头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居然敢接下主持这等大宴的差事。可不是嘛，咱们就坐等看笑话吧，怕是连茶水都端不明白。这侯府的脸面，今日算是要丢尽了。诸位夫人、贵女，今日侯府设宴，1位庆贺圣恩，2位答谢诸位，请入座。这味道，竟然是醉仙楼失传已久的玉笛谁家听落梅。夫人好眼力，侯府新请的厨子正是醉仙楼退隐的老主厨，今日的席面可还入得了诸位的眼？
今日趁着诸位都在，我萧京寒在此立下重誓，此生此世，我萧京寒只娶苏清韵一人，忠勇侯府，永不纳妾。京寒，世子的誓言便是侯府的铁规。从今日起，谁若敢往侯府塞人，便是与我柳玉冲为敌。你今日当着全京城权贵的面说那些话，真不怕得罪了那些想与侯府联姻的老？不怕，我本就是在陈述事实。这天下权势再重，也不及你分毫。可是，万一我这一胎生不出儿子呢？若是我以后老了，容颜不在了呢？若是女儿，我便将全天下的珍宝都捧到她面前，让她做最无忧无虑的小郡主。至于老去，渊儿，你老了，我也一样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。我给你画眉，给你梳头。怎么了？可是哪里痛？我这就去叫医官。别去，你摸，它动了。动了，他踢我了。渊儿，我们的孩子踢我了。主母，听动静，是世子妃的胎痛了，您不进去看看吗？不去了，别打扰他们小两口。老天有眼，我柳玉笛历经2世，终于护住了我的女儿，让她有了这般美满的归宿。清渊，使劲儿！娘在这儿，娘陪着你，千万别放弃！世子妃，用力啊！已经看见头了，再加把劲！让开！我要进去。若是月儿有事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！侯爷息怒，产房血气重，你不能进。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，是个健壮的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渊儿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以后咱们再也不生了，绝不生了。傻瓜，我不哭。这眉眼简直和清渊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圣旨到！皇上得知世子妃诞下嫡长子，龙颜大悦，特赐名念安。愿小公子一生顺累，侯府岁岁平安。念安，我们的小念安。念安，余生我愿岁月静好，长安常伴。这偌大家业，都要便宜了他们吗？渊儿，你看，他抓着我了。他力气好大，日后定是个练武的奇才。他才出生几天，能有多大个力气？堂堂正月大统领，连刀剑都不怕，
如今抱个孩子，倒是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这可是我与你的骨肉，我自然要护他生生世世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我的女儿终于苦尽甘来，为了这份安稳，我必须为她扫清一切后患，绝不让任何人再有可乘之机。管家，把本夫人名下的田庄、铺面、宅院，以及我从萧家合离分得的所有产业，全部清点出来。回主主，京城东街6间双层旺铺，城南300亩上等水田，城外2座带温泉的庄子，还有库房存银8万。这些全部划归世子妃苏清霄名下。主母，这些产业加起来，几乎抵得上整个侯府一半的家底了。若是全部过户，这太惊世骇俗了。哼，不够。再加上我当年陪嫁的3座山头、2处茶园，以及西市的4间道。我柳玉如今日在此立下绝笔遗嘱，我名下所有财产、田庄、地契、金银，全部由我亲生女儿苏清渊与外孙萧念安继承，白纸黑字，盖印为证。柳玉如，你疯了吗？你把这么多家产全部给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你是想掏空整个侯府的根基吗？我不答应，只要我还是这侯府的当家人，就休想把这些产业带走。我的嫁妆和我的私产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萧振海，你敢动一分试试？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玉茹，这里人多嘴杂，此事关乎侯府100年基业，你跟我来书房，我们夫妻2人单独详谈。玉茹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清泉毕竟是女儿家，京寒如今已经袭爵，他们什么都不缺，你把大半家产都抽走，侯府日后的开销、人情往来该如何维持？侯府如何维持那是你的事儿，你现在跟我谈大局、谈亲情。当年你纵容苏氏那个贱人宠妾灭妻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大局？我10月怀胎生下的亲生骨肉被调包，在乡野受尽18年苦难的时候，你这个做父亲的又在哪里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苏氏已经死了，景渊也付出了代价。我们毕竟是几10年的夫妻，你就非要把事情做绝，一点情分都不留吗？情分？早在你签下这份和离书的那一刻，我们就恩断义绝了。萧振海，我此生最后悔之事，便是瞎了眼嫁进这侯府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产业，我女儿的安稳，与你再无半点干系。娘，事情都办妥了？妥了，从今往后，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们娘俩。完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忠永侯萧京寒上前听封。萧京寒评判护驾有功，特册封为镇岳大统领，掌京城3万内城戍卫。臣领旨谢恩。世子妃苏清渊贤良淑德，遇刺有功，特加封为1品诰命夫人。世子妃加上这1品诰命，你现在身上有2重诰命，这全京城也找不出第2个。
念安，你爹如今是镇岳大统领，娘是一品诰命，你以后定要争气，护好咱们这个家。清渊，我回来了。今日封赏可还顺利？一切顺利，只是陛下说明日召我单独入宫，有要事商议。京寒，朕有一事想问你，你府中当真只有一妻，未曾纳妾？是，臣曾立下重誓，此生只娶清渊一妻，绝不负她。朕有个堂妹，生得贤良温婉，知书达录，朕想将她许配给你做侧妃，替你绵延子嗣，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不能答应。臣对妻子发过誓，此生只娶她一人，绝不纳妾。你再说一遍。臣不能纳侧妃，臣的心里只能装下清渊一人，再无旁人的位置。你知不知道，拒绝朕的赐婚是在抗旨？臣知道，但臣宁可得罪陛下，受抗旨之罚，也绝不背弃发妻。好一个宁可得罪朕，赐婚之事，朕收回。谢陛下隆恩。不过朕有个条件，你的嫡长子聪慧过人，待他启蒙，便入宫做储君的同窗伴读，朕要亲自派人教导。臣替犬子谢陛下隆恩。京寒，怎么了？陛下找你究竟何事？陛下想给我赐侧妃。你答应了？我拒绝了，宁死不纳。你疯了！拒婚是抗旨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我不后悔，只是陛下收回了承应，却下旨让日后入宫做储君同窗伴读。伴读，这分明是让婴儿去当质子。陛下，这是在防。新帝对兵权已生忌惮，这京城表面繁花似锦，实则步步杀机。母亲说的对，无休止的权谋斗争，只会将卷入深渊。这京城的泼天富贵，咱们不要了。京寒、清渊，咱们全家急流勇退去江南，那里有我陪嫁的万亩田庄，咱们去过安稳日子。这镇岳大统领我不当了，明日我便上奏请辞。京城所有的铺面、田产、宅院，除留给那渣男养老的3成死契，其余全部火速变卖折现。主母，动作这般大，定会惹人注目，这价钱恐怕会被压低呀。价低也卖，只要银票。府里的下人愿跟去江南的收拾行囊，不愿的多发半年月钱，即刻遣散。快去！是。娘，您在这京城经营了半辈子，如今要全抛下，心里可会难受。傻丫头，娘找了你18年，如今你和念安都在娘身边，有你们的地方才是家。这满城风雨，娘早就厌倦了。清渊，这奏折递上去，你这刚得的一品诰命，还有侯府这浩大的排场，可就都没了。你会不会觉得委屈？我本就不是贪恋权势之人，18年的苦难我都熬过来了，只要有你和娘、念安在身边，就算粗茶淡饭，我也甘之如饴。好，我陪你去江南。
看一辈子水乡烟雨。旧伤复发，不堪重负。手握3万内城数位的重权，他竟舍得说放就放。陛下，这萧统领莫不是在以退为进？传朕旨意。陛下口谕，宣镇岳大统领携家眷即刻入宫觐见，不得有误。萧金寒，朕对你不薄，你这一纸请辞是要置京城防务于不顾吗？陛下明鉴，臣早年征战，落下一身暗伤，如今每逢阴雨，竟不如针扎般剧痛，实在无力再担当内城防卫之重任。若强行硬撑，恐误了陛下的大事。柳主母，你也要走？臣父年事已高，只盼能在江南老家了此残生，落叶归根，求陛下成全。陛下，臣父与夫君只想侍奉母亲颐养天劳，看着念安平安长大，这田园安宁，便是臣父一家毕生所求。罢了，既然你们一家心意已决，朕便不强留了。这块免死金牌赐予你萧家，日后凭此牌可自由出入京城。这些地契是苏州城外的万亩黄田，足够你们一生无忧。臣叩谢陛下天。去了江南，好好过日子。记得每年带念安回京来看看朕。臣遵旨。不争的人最让人放心，咱们终于自由。前尘往事、恩怨情仇，都留在这座宅子里吧。娘，该启程了。走吧。是镇岳大统领的车队。那么大的官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听说萧统领是为了护妻儿安宁，去江南归隐了，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儿。手握重权却能急流勇退，萧金寒这份魄力，满朝文武无人能及呀。带着万亩留田和金牌全身而退，这才是真正的聪明。属下等恭送大统领。京城的安危就交托给诸位了，好好当差。陛下密信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江南的水汽到底和京城那干冷的地方不一样。娘，这院子瞧着真雅致，比咱们在京城的侯府多了几分自。主母、少夫人，这庄子共有3进，前院会客，中院住人，后院还有一片菜席，一架葡萄，外加一个小小的荷花池。好极了，那菜畦正合我意。把东西都自搬进各屋，手脚清闲，别吵了小少爷。念安也喜欢这里，对不对？夫人，我去集市转了转，这河里的鲜货还在挑。你堂堂大统领还会亲自去买菜，这鱼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不会，
但我可以学，切肉和杀敌应当差不太。好肥的鲈鱼，清蒸最好。金寒，你且去歇着，今晚娘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地道的江南菜。前尘往事皆随风飘散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就在这江南水乡过安稳日子。母亲，女儿敬你。清寒也敬娘，敬夫人。若能一辈子如此，该多好。陛下，密信，承前镇岳大统领亲启。静寒，信上说了什么？陛下遇刺了，伤得重不重？何人这般大胆？信上说只是轻伤，但刺客当场服毒，并未抓到活口。暗探查出，刺杀的主谋是前朝周家余孽。周家，他们不是已经被抄家灭族了吗？竟还有这等漏网之鱼！百足之虫，死而不殃。信中言明，京城防务有缺，陛下急召我即刻回京护驾。我们才刚刚离开那个漩涡，难道又要被卷进去？你现在就要回去？陛下有难，于公于私，我不能不去。京城夜寒，你一路疾驰，切莫受了风。等我回来，平定风波后，我定立刻南归。再不离开你和念安半步。驾！回去吧，他是手握千军万马的将才，这点阵仗伤不了他。咱们在江南把家守好，把念安带好，绝不能让他在外头拼命时还要分心顾及后方。你去平定风波，我定为你守好这个家。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爱卿平身，你能日夜兼程赶来，朕的心便安定了。那些刺客死数皆已伏诛，但暗探查出，周家余灭在京城还有一处极为隐秘的联络点，朕将御天卫兵符交予你，3天内给朕把主谋挖出来。臣领旨。萧清寒，跟他拼了！想毁尸灭迹，做梦！好，干得漂亮！这周家最后的根算是彻底被你拔除了。陛下，周家党羽皆已落网，臣请旨交还兵符，返回江南。爱卿莫急，此番风波暴露了京城防务的诸多漏洞，内城数卫群龙无首，御天卫也需整顿。朕命你暂缓南归，由你全权节制京城所有兵马，待防务复固完毕，朕绝不留你。遵旨。你还要多久才能回来？
你还要多久才能回来？静涵，静涵，清渊，我回来了。陛下不是让你暂领京城防务吗？怎么这么快？防务已交接完毕，我日夜兼程换了5匹马。我说过，只要余孽出境，我便再也不走了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快尝尝，这可是用别院后山散养的老母鸡炖的，最是滋补。你最近瘦了，多吃些鱼。哪有瘦？明明是……怎么了？可是饭菜不合胃口，还是染了风。清渊，手平放，别动。娘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脉如华珠，流丽圆滑。清渊，你又有了，你要再当娘了。有了，我竟又要给京寒生个孩子了。我要有第2个孩子了！我没碰着你吧？对不起，我太高兴了。末将赵武见过大统领。赵武，你不在北境安享晚年，怎么寻到这江南来？大统领，末将这条命是您在雪原上捡回来的，如今听说您归隐，末将孤身一人，愿来此为您效犬马之劳。扫地劈柴，看家护院，末将什么都能干。我已卸甲归田，不再是统领。你跟着我，委屈了。别院正缺个得力的护卫，赵武，你若不嫌弃这江南水乡平淡，便留下做个护卫长吧。月前按京城副将的例发，谢主母收留，赵武誓死护卫别院安宁。你这木剑削了3天了，可是给念安准备的生辰礼。念安那把早就做好了，这把更轻巧些，是给肚子里这个准备。若是个女儿呢？难不成也要让她成天舞刀弄枪？女儿更要学，我不求她上阵杀敌，只求她遇到危险时有自保的底气。有你这位曾经的镇岳大统领在，天下谁敢欺负他？我只怕他学了武，以后性子野了，没人敢娶。若是女儿真吃不了练武的苦，你舍得逼她吗？她若不想学，便不学。有我萧金寒在，她只需做全天下最自在的小姑娘。谁若敢欺负我萧金寒的女儿，我便让她后悔来到这世上。这个呆子还没出生就宠成这样了。恭喜老爷，是个白白胖胖的千金，母女平安。女儿，我的女儿。清渊，你看，她的眉眼像极了你。妹妹不怕，以后哥哥保护你。
陛下口谕：闻萧爱卿喜得千金，朕心甚慰，特赐白玉如意一对，蜀锦10。赐女婴归名，念慈，愿其一生慈悲安乐，岁岁平安。臣谢主隆恩。清渊，这长寿面是我亲手擀的，一根不断，快趁热吃。娘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门外何人？你是何人？深夜来此有何贵？我是萧振海，求这位壮士通报一声，我想见见玉茹，还有清圈，就一面。原来是萧老爷，您稍后。主母，门外那人自称萧振海，求见您和世子妃一面。不见18年的宠妾灭妻，将我调包的仇恨，岂是淋一场雨就能抹平的？娘，他已经站了3个时辰了，这般年纪，怕是会冻死在门外。赵武，去库房拿一把油纸伞，再取50两纹银送出去给他，告诉他江南湿冷，不适合他养老。拿了银子，早些滚回京城去，此生死生不复相见。我家主母有令，这里没有你的家人，拿上银子回京城去。玉茹，玉茹，你听我解释。都走了，都不要我了，把那棵树给我砍了！新摘的枇杷，青湾，快来尝尝甜不甜？娘挑的，自然是最甜的。嘿，看我大将军剑！京城繁华，大统领权倾朝谢。如今在这江南小院陪我种树看孩子，可曾后悔？这世间权势皆是浮云，青鸾有你们在，便是我此生最好的归宿。历经风雨，这江南的烟火终究是最浓。天地玄黄，念安，跟着娘亲读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宇有洪荒。娘亲，什么是宇宙？宇是上下四方，周是古往今来，加起来便是这世间的天地万物。不懂，但是听起来很厉害。晨读了半个时辰，也该歇歇了。来，喝点甜羹润润嗓子。下午可得跟外祖母学规矩，站要有站相，坐要有坐相。咱们萧家的男儿气度不能输。好，念安听外祖母的话。手抬高，剑尖对准前方，不可有丝毫退。别发抖，心里想着你要保护的人，你的手就不会抖了。我要保护娘亲，保护外祖母，还要保护妹妹。不错，规矩学得极快，不愧是我的好外孙。师娘教导有方。
多吃些肉，长力气，才能拿稳你的剑。圣旨到，原镇岳大统领萧京寒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储君年幼，须习兵法韬略。萧京寒精通兵法，战功卓著，特敕封为太子师。太子即日微服前往江南别院求学，钦此。臣接旨。侯爷，陛下说了，储君此番是隐匿身份前来，不带随从，您就当是教导寻常子弟便可。有劳公公跑这一趟。京寒，咱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京城的权谋纷争，如今太子入住别院，这平静的日子，怕是又要起波澜了。别怕，太子只是来学兵法，学完便走。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咱们的安宁。既然圣意不可违，那咱们就坦然受之。不管他是太子还是平民，进了这别院就是学生。管家，立刻将东跨院收拾出来，换上簇新的被褥，备好文房四宝，不许声张。学生赵恒拜见老师，拜见师母。殿下，江南潮湿，吃些软膏暖暖胃吧。多谢师母，师母折煞我了。父皇有令，出了京城，我便是寻常学子，您唤我赵恒即可。你就是念安吧？快过来。初次见面，这个送给你，可好玩了。谢谢恒哥哥。恒哥哥多吃肉，长高高。好，真香，这可比宫里的御膳有滋味多了。明日起，卯时出客起身，先负重绕城跑10里，再回书房研习兵法。做不到，便滚回京城。京寒，他毕竟还小。学生领命，绝不让老师失误。捡起来，战场上没人管你是谁，刀剑无眼，拿不稳你的剑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老师，承让了。攻守兼备，杀伐果断，你长进很快。这下棋的路数倒是越来越像京寒当年在北境排兵布阵的样子了。用兵之道，守在抢占关隘。当年雪夜袭营，我率300死士对阵敌军3000，虽胜，却折损了一半的弟兄。老师，那般凶险，您当时怕过吗？怕？我不是神，自然怕死。但我更怕，若我退了一步，我身后的妻子、儿女，便再无安身立命之所。
吁！陛下有旨，太子江南求学，文武大进，朕心甚慰。特赐萧京寒良田3000亩，加赐免死丹书铁券1面，钦此。老师，师母，学生要回京了。这3个月的教诲，赵恒刻骨铭心，永不敢忘。殿下回京后，切记谨言慎行，莫忘初心。殿下一路平安，江南虽远，别院的门永远为您留。念安，哥哥走了。你要好好练武，保护好娘亲和妹妹。长大了来京城找哥哥，知道？念安记住了。娘，这块铁券真的能保我们一生平安吗？傻孩子，铁券只是死物，真正保萧家平安的是陛下对京寒彻底的信任，也是京寒用真心换来的储君之意。有了他，过往的一切恩怨阴谋便彻底烟消云散了。清渊，从今往后，这世上再也无人能动摇我们萧家分毫。我承诺过的一生一世，如今终于可以兑现了。腰再低些，肩要稳。爹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您一样厉害？等你心里有了想用命去护的人，自然就厉害了。我要护娘亲，护外婆，护妹妹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子学业大成，接赖萧京寒教导之功，特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江南良田10000亩。令太子亲笔书信一封，呈萧师亲启。老师在上，学生已能独当一面，他日若有机会，定当亲赴江南，再饮师母泡的茶。这孩子没白教。太子重情重义，咱们萧家算是彻底安稳。京寒，从侯府到江南，这一路你后悔过吗？后悔？我只后悔没能早些带你离开那牢笼。清渊，我说过，以后我护你，这话一辈子都算数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夫人，中午可以夹菜了。堂堂镇岳大统领，如今倒成了地道的庄稼汉。庄稼汉好，庄稼汉不用看人脸色，
只管守着自家这1亩3分地。好，这才是咱们萧家的顶梁柱该说的话。老夫人，诸位准备好了吗？画吧，把这一刻给老身画得圆圆满满。从一个穿越而来的孤魂，到如今有夫有子有母有家的圆满。这江南的风吹散了所有的阴谋与仇恨，只留下烟火人间，岁月悠长。18年的恩怨，两世的纠缠，清渊，娘这辈子值了。娘，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女儿。不管哪辈子，我都找到你，护着你。这就是我们的故事，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，只有平平淡淡的相守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世间最好的结局莫过于此。让她安静待会儿吧，这丫头心里恐怕正翻江倒海呢。从那个加班俊死的现代社颤，到这侯府里步步惊仙的嫡长媳，这一路走来，竟像是做了一场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梦。我叫苏清渊，我来处遥远，却在此处寻到了心安。萧京寒，你这个呆子，说好的护我一生，你还真是半点都不打折扣啊！清渊，娘有一个瞒了你很久的秘密，今夜必须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。娘，您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？只要是您的事儿，无论什么秘密，我都听着。清渊，娘其实早就死过一次了，娘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新活过来的。上辈子，娘蠢钝如猪，没能识破那个毒妇的调包计。娘亲眼看着你被苏氏逼迫，嫁给了萧景渊那个畜生，那个畜生折磨你，把你关在柴房里，你受尽了苦楚，最后死在一个大雪封门的夜里，连同你肚子里那个没来得及出世的孩子都化成了血水。后来我查清了真相，我疯了一样，耗尽了整整10年的心血，把侯府搅得天翻地覆，亲手把苏氏和萧景渊送上了死路。可是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。老天爷可怜我，让我睁开眼回到了过去。这辈子我拼了命也要护住你。娘，既然您说了秘密，那我也有一个秘密要坦白。其实，我也不是原来那个逆来顺受的苏青丝了。我来自一个很遥远的世界，在那里，我只是一个为了谋生拼命干活的普通人。一次意外，我的灵魂来到了这里，借着这具身体醒了过来。傻孩子，不管你是从哪路神仙那里借来的魂，不管你来自哪个世界，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你叫我一声娘，你就是我柳玉茹生生世世的亲生女儿。我不管什么前世凄苦，也不管什么异世界魂，我萧金寒只认眼前的人。这辈子有我在，天王老子也别想动你们分毫。娘亲，外婆，
爹爹，你们怎么都不睡觉呀？念安一个人在屋里害怕。好，念安，娘亲这就陪你。今夜风大，咱们去正厅烤烤火，外婆给你讲故事好不好？好耶，听故事。外婆，今天讲大将军打坏人的故事吗？今天不讲打坏人，外婆给你讲个你爹爹的糗事。想当年，你娘亲生你的时候，疼得满头大汗，你爹爹这个堂堂的战神，在产房外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等稳婆把你抱出来递给他的时候，好家伙，他那一双手抖得跟筛糠一样，连抱都不敢抱，生怕把你这小肉团子给摔了。爹爹，你真的手抖了？你不是能举起几百斤的大石头吗？那是天太冷，冻的。咱们念慈以后长大了，可不能像你爹爹这般嘴硬。你要做个像外婆一样厉害的女子，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别院种地，擅闯者死！这位将军莫慌，咱家是奉了当今陛下的旨意，特来向萧大人和老夫人宣读恩赏的。请使臣稍后，容我通禀。圣旨到，萧京寒携家眷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前镇岳大统领萧京寒平乱有功，教导太子亦有大功，其忠勇之心，天地可鉴。特赐御笔亲题，忠勇贤良，赤金牌匾一面。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老夫人，这是陛下特意让咱家带来的御笔手书。陛下赞于您教导有方，是天下母亲之楷模，特令宫中匠作间打造了这副赤金头面，赏赐给您。老身谢陛下厚爱。萧大人，陛下对您可是日夜挂念啊！陛下交代了，在京城那块风水宝地上，已经为您重修了一座比原先侯府还要大上1倍的宅邸。陛下说，这江南虽好，但终究偏远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随时可以风风光光的回朝，继续执掌大权。请使臣回禀陛下。请使臣回禀陛下，臣萧京寒前半生戎马烹出，已将热血尽数还给朝廷。如今，臣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丈夫，寻常的父亲。臣此生定居江南，再不入京城半步。萧大人的心意，拿家明白了，拿家定会将大人的话一字不落地禀明陛下。大人高风亮节，拿家佩服。告辞。
静涵，这一路走来真是惊心动魄。好在我们终于彻底自由了，终得圆满。爹爹娘亲，我要多吃饭，我要和这棵枇杷树一起长高，长得比爹爹还要高。